欢迎收看《关键时刻》。今天是台积电的股东会，魏哲家也回答了一些问题。当然，全球的媒体最在乎是两岸现在兵凶战危，两岸在这个地缘政治里面，台积电如何自处？所以外媒就问到说，现在两岸关系在台湾新总统上任以后，他就更紧张了。中国进行频率更高的威吓行动，而且它的层次一直在往上升。那台积电怎么应对客户对地缘政治的要求？我们看到魏哲大家讲说，我们的客户的确提到，请台积电把他们的产线移到亚利桑那或其他地方，我们也有过这样的讨论。但台积电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这绝对不可能，因为台湾的产能已经占台积电的80%到90%，我不可能把产能移开。而且最近刘德英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也特别提到，2018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人叫 Thomas Wright， 他现在是拜登国家安全团队的一员。原来在2018年的时候，他就跑来见台积电，跑来见刘德英。他讲说：“我们希望你把某些的产能移到了美国，你们让你们的产能在美国有存在感。也因为美国这样的威胁利诱，现在台积电不得不去美国亚利桑那设厂。但现在经过这么多努力之后，才发现原来台积电离开台湾以后，它真的就不可能变成台积电了吗？而且世忠刚刚讲，今天魏哲家讲得更清楚哦。他说我们继续还要投资台湾，那我们未来如果有所谓的优先顺序的话，我们的第一优先是台湾，第二优先是台湾，第三优先是台湾。台湾全世界都认为你兵凶战危，你有地缘政治风险的。可是现在台积电摆明的就是我要投资台湾。而且事实上，这个魏哲家接班之后呢，事实上全球的媒体都在问你第一个问题就是地缘政治你怎么因应？那于是呢，人家就说，这个地缘政治，台积电怎么样因应客户呢？然后结果魏哲家说，的确，他说呢，客户有要求，那客户也的确面临到非常大的压力，但是他们说讨论过了之后，结论是。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台积电不可能移出台湾。他说呢，台积电已经台湾已经占台积电大概约莫80%到90%的产能，不可能移出台湾。而且他说，未来的最新技术优先选择是台湾优先，然后台湾优先，第二台湾都是台湾，全部都是台湾。所以你不是说我现在的产能留在台湾？未来最先进的科技，未来的研发，也都在台湾。对，所以等于是间接呢，把这几年美国一直在说把台积电搬到美国去，美国花那么大努力之后，现在终于证明是谁啊？空一场，不可能把台积电移走。所以现在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为什么会转变？事实上，从台积电的说法就知道，移走产能是不可能的事。那你美国怎么办？美国只能够。如同 Morris 跟这个裴洛西说了，你要投资台湾的安全啊！现在他们就正式认清事实，他们现在就真的来投资台湾的安全，告诉你就是这件事情了。而且我跟你讲，今天魏哲家讲，原来台积电在全球有79000多人，其中台湾有7万人。对，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现在台湾变成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基地。好，那么事实上这个最近就有非常多故事嘛。刘德英就首次披露出来说，事实上呢，宝姐，这个所谓地缘政治的风险来说，不是这几年才开始，最早从奥巴马时代2015年的时候，因为他们那时候不是要重返亚太的时候吗？其实当时奥巴马或者美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在注意台积电了，只是当时因为中美还没有贸易战，所以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一直到了2018年左右的时候，约莫是2018年年底左右的时间点，这个人 Thomas Wright 他来到台积电拜访了这个刘德英。那为什么这个人会来呢？是普瑞哲介绍。那这个人是谁呢？他当时是布鲁金斯的这个非常资深的这个学者，他写给我一本书，叫做《没有战争之外的所有手段》。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已经在研究，我要在实际战争之外的所有的手段怎么来控制这个国家。所以他就这样子，他来拜访这个所谓刘德英，那跟刘德英说，你这样子，因为你是兵凶战危啊，如果你要更有这个所谓的让美国政府看到的时候，你最好到美国去设厂，有你的所谓的存在感在这个地方。你说让台积电在美国有存在感？对，那也就是或许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来说的话。这个后来台积电才会去美国设厂嘛？那的确，因为去美国设厂之后，它的存在感就变得非常非常高。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就对比了出来了嘛。美国这个厂根本是不太盖得起来，台湾的台积电是真的变成是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了。所以刚刚魏哲家讲说要把台积电的产能移出去，他们有所谓的讨论，但讨论的结果它不可能。对，世界之大，难道只有台湾可以有台积电吗？而且我必须说，真的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第一个。
这个之前我们知道台湾不是地震，我们不是说过吗？南科地震的时候呢，他们可以从竹科、从这个中科调非常多的工程师南下之后，马上解决这个问题。请问全世界有哪个地方能够做到这样？没有吗？没有办法能够做到这样的聚落这么的近。另外一个台积电呢，我们就讲，事实上这个辉达不是有非常多供应链吗？台积电也有非常多供应链，而且这供应链呢都是它手把手把你教起来的。而且手把手加起来之后，它跟台积电完全的绑在一起，对，而且它的技术呢是不可能流到外面去的。这些东西来说，都是台积电所独有，你根本没有任何另外一家公司可以做这样的东西。所以说，你光是把台积电给逼走，刚刚讲台积电在台湾有79000人，不，全球有79000人，在台湾有7万人。你说你就算把这个7万人搬走都没有用，对，因为我有很多周边厂商，对，有甚至连帮你洗抹布的，是帮你清除污水的，对，帮你弄光照的，对，缺一不可。对，没错。实际上，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杨光磊就接受访问，他说，半导体有1500个生产步骤，那每一个都需要大量的这个人工智慧、人类的智慧，要经验还有知识，才能把事情做对。台积电就是把每一个制程，它都用它的最能够改善的最好的方式改善了之后呢，才成就今天的台积电1500个生产步骤。好，我们其实，在节目上讲过非常多次，就是嘉登了，对，嘉登做的就是这个东西，叫做这个 EUV 的光照盒。一般的光照盒是这样的光照盒，然后这个 EUV 的光照盒是这个样子的光照盒，这个难度就不一样。那你想到，那这个不就是一般放光照的这个储存盒吗？有什么不一样呢？宝姐，因为 EUV 的它要求的精度越高，所以那个光照盒里面来说，当然你一把这个光照放进去之后呢，你马上就要透过这个光照盒哦，把它里面的湿度弄到0。弄到0之后呢，你还要这个光照盒里面还要注入特别的气体，让它能够保存，否则它很容易会脆化，或者它因为它经过刻蚀之后，对，它就会不见。所以这个光照盒比大家想象中都还要难做。那因为这个所谓这个，所以我以为只是一个罩子放下去。对，他说我罩子放下去，我旁边随时要有一个充气的机构。对，然后这个盒子里面配一备这个所谓的充气的盘面，然后它的24小时可以全程保鲜。对，让它因为 EUV 刚曝光过之后呢，你要把它保鲜非常好，否则后来那个讯号消失了之后，那个讯号是几奈米的这个讯号，我们根本看不，一般人我们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是你要让它保存非常清楚，因为你只要湿度一改变，那个讯号不见的时候，你整个完全完掉。对，所以它就必须要有非常高的门槛，这个门槛比大家想象中更高。那为什么后来是嘉登要做？因为台积电做到后面的时候，宝姐 EUV 的这个EUV 的技术现在只有台积电能做，所以他要找国际大厂，国际大厂没有人能做。没有人能做什么 EUV 的相关周边设施，没有人会。没有做，台积电就知道好，我这个找嘉登来合作，嘉登有这个技术，好，互相把你手把手，甚至嘉登一度财务危机的时候，还是台积电出手去帮他救他的财务危机。好，那我们就讲这个技术绑到什么程度？嘉登自己一定会做这个光照盒，对不对？但是我要做光照盒的技术呢，我还有一个加塑。也就是说，这个加塑还做它的做光照盒的这个基台，所以等于是这个完全被它绑住，你知道？就是说你要做这个光照盒来说，你要基台我有加塑，然后你要做这个光照盒我有加灯，然后我再跟台积电连在一起。所以你知道，你不是只有把台积电拔走，你还要连带把这些都拔走。所以说嘉登没过去，嘉塑没过去，对，你也做不出来，就做不出来。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台积电到北美去的时候，嘉登就要过去；他到日本的时候，嘉登就要过去。这种不是你任何短时间能够改变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它的这个所谓的生态系是这么复杂。对，没错。好，那另外一个我们要讲另外一家公司叫这个宏硕，宏硕它主要做 CoWoS 的这个制程的公司。好，那实际上现在这个也是一模一样。CoWoS 他们就这个宏硕的这个执行长石本利说什么？他说：“我们第一台这个 CoWoS 的技术，他说根本就是艺术品，因为什么？因为连规格连客户都不清楚，他们连台积电都自己不知道啊。”台积电不知道那什么的，因为他们只有一个蓝图出来，但是你要把它做成是真正的这个机台的时候，你这个很多 know how 啊。他就说，没有，他只跟我说，他们的客户是什么样子，然后怎么样，那我们只能够凭空想象。对，凭空想象之后，好，那你既然是这样子，你有这个需求，那你要思考说，化学品要怎么处理，然后你这个程式我要有什么成分，我要用什么样的机台环境，浸泡式还是这个喷洒式？他说。我们根本就把沙博，但是他就透过这样的方式，一直跟台积电互相的合作。他又说呢，客户提出一项功能模组的修改，我们内部评估就说要3个礼拜，但是客户说3天。那台积电说3天，他没有说谁，但是就是台积电。好，面对几乎不可能的挑战，他们就立刻动员所有的研发团队，用1天3班，每班8小时的时间接力的这个开发，最后4天完成开发。那时候客户终于露出笑容，感谢我们。宝杰，那这个全世界大概只有台湾能够。这太漫天喊价了吧！
我说我研究要3周，结果他说我只给你3天，对，那我24小时不眠不休的搞出来，花了4天，是。你才满意？对，那你看，我们跟客户在这个制程的开发中间一起成长，客户加速发展先进封装的过程中，一路走来，宏硕也肩负协助客户研发的任务。所以这些公司呢，宝杰，你知道，事实上为什么台积电这么强大？在 IC 制造的本身里面来说，台积电已经是非常强大。但是你要有一些设备，终端设备，他们同时也在帮你研发更好的设备，对，更精准的设备。这个是没有人能够做，没有人能够做了。我 CoWoS 的东西来说，国际大厂根本没有人能够做。你说只有台湾的工厂、台湾的工人、台湾的工程师才愿意这样子。你跟我说我一个天方夜谭、天马行空，我要把你落实。落实的时候，你还只给我3天的时间。对，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宏硕能够做到呢？因为第一个，因为他绑了非常多东西。他第一个，他投资什么？他有投资一家气体公司。因为气体公司来说，这家气体公司来说，天弘。他就知道说，你这个气体会怎么弄，他都完全知道，所以他有气体的公司。另外，他还有个通路公司，通路公司他会量测的这个技术。另外，他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所谓的非常多的这个公司之后，才能够达成宏硕自己本身的竞争力。也就是你要把宏硕带走，你要把这些公司全部都带走的这个状况。所以我才跟你说嘛，这些都是牢牢的绑在一起，甚至呢。客户还要说什么？客户还说：“你这个机台要所谓的这个强化防御机制，就是说你自己的机台出问题的时候，你要自己警告说你自己会出问题。所以它有防震的机制，对，在防震还要预警。对，所以你要自己提醒对这个使用者说，我们机台可能会出问题。这样，所以这有非常多的 know how 在这里面。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愿意做？宝杰，为什么他们愿意做？因为台积电他们都知道。”我只要打入台积电的供应链之后，我就完全会翻天。你知道过去一段时间呢，这个宏硕的股价都是只有200多，以前都是200多块而已哦。但是因为它现在已经踏入了台积电的 CoWoS， 现在多少？它现在已经快要到1200块了。1200块。所以呢，以前它 EPS 的了不起，一年大概就是10块、15块，它现在 EPS 一年可以到达30块以上。这就是为什么台湾那些供应链会愿意帮台积电做。因为做下去就完全不一样，像嘉登以前是快要破产了，就那它现在也是股价380几块，所以就是为什么台湾的供应链愿意去跟他合作，就是你一旦呢跟台积电跟他赌上了，我所有的性命跟他拼了之后，我赌对的时候，整个公司会完全大爆发。而且另外就是我没有想到，起重机也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当然，之前晴空会发生大火，我们的消防局根本新竹消防局根本没有这么高的云梯车，对，干嘛？直接新竹就来了全台湾或者是全世界最大的吊车，对。然后他们讲这个吊车很多是专门for台积电的，对。如果台积电没有这些吊车，它很多的工程也不能进行的。对，好，为什么要这个吊车？宝杰，那事实上你有没有去看过这个半导体厂？半导体厂它后来盖这个无尘室之后，你看这个楼高啊，有时候都是40-50公尺以上。那我要把机具吊进去，那怎么吊？所以你要用一般根本吊不起来。所以，然后偏偏台积电这些机台啊，很多设备是非常精密的，所以它就要用所谓特殊型的这个吊车。像台湾就有一家公司就是启德嘛，启德它就是专门做这些吊车，还有很多拖车。这种拖车来说，在台湾呢，基本上是很少人用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拖车呢，这个譬如说这个储存槽，这个储存槽来说的话，这个长33公尺，而且这个车子长45公尺。他说呢，每一次他们要拖这个车子之后，周边要有20个工程人员，然后就这样这边运啊，然后他们每一次走都是非常非常慢，就是好像以这个蜈蚣行走的路线这样走。那你看为什么他们能够信任启德？因为只有启德资本只有1亿。但是他为了要台积电这些工程呢，他就投资了非常多。买这些设备其实都蛮贵的，这些所谓吊车啦，这种所谓特殊的这个车啦，其实都蛮贵的。然后他现在不是只有 for 这个半导体，包括风力发电啊，还有台湾的石化炼油厂，什么都可以用。所以等于是说，他知道，这个是一个特殊的利基，因为有这些特殊的利基，才能够在台湾发光发热的一个状况。而且他讲到，台湾的政府对这个是完全的支持。今天启德的老板也讲，他们现在这种特殊的运输车，照理讲，你很多的路权，你的重量上限46公吨。他说对他们来讲是没有上限。对，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是要 for 这个半导体产业来说是在这个上限之外，所以你都完全可以这个所谓的这个排除。那你知道事实上他做到什么程度呢？做到连台积电要去这个台积电去中国的时候，还有这个所谓张汝京他们中国那边设厂的时候，他还特别说，你启德要叫启德去来啊，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那事实上这就是告诉你，台湾的供应链有非常多，就是
刚才不是讲吗？1500道工序，还有包括周边设备运进来，这个每一个都是一个艺术品，每一个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你要做到最好之后，才能把这个良率做到最棒的一个程度。而且说台湾刚刚讲，我们虽然都是中小企业，可是这些老板的气魄是非常大。是，当然虽然这个启德老板有很多的有很多的事情啊，我不知道哈。那当然讲，他说全世界你这样讲，德国是起重机最好的吊车哦。是，他说最新的吊车，对，都谁买的？最新、最好、最大的吊车，对，启德都是第一个。对，为什么？因为它有非常重要的客户嘛，台积电嘛。宝剑知道事实上出这样一趟任务啊，你知道要花多少钱吗？这个一趟任务来说的话，至少就是1000万起跳。就我刚刚在运送那个槽，那个要1000万起跳。你如果把它完全运完，氮气储存对，槽运完，然后把这个整个氮气储存槽一个厂运完的时候，至少要1000万以上起跳。更何况，如果你是运那个所谓这个爱斯莫那个机子，那个都不是开玩笑。所以你知道，市场每一个步骤都有非常多的这个 know how。那台湾因为我们已经经营了30-40年，每一个厂商都在竭尽所能的帮台积电在做到最好，才会成就今天的台积电供应链。好，吴总，当大家都关心到说台湾兵凶战危，台湾在整个地缘政治风暴的中心点的时候，当然也关心台积电。可是你特别注意到台积电魏哲家今天讲这句话。你说这才是关键，这个关键才是为什么今天 AMD、今天 NVIDIA、今天很多的公司愿意赶到台湾投资。他说，魏哲家认为双方的领导人就是两岸的领导人，还有世界的领导人，当然就是美国，他们都是聪明才智之士，不会让战争发生。那这个，所以他这个是一个科学家果敢的来做出这种的这个评判啊。对。就是相当的有这个有他的这个底气跟基础嘛。好，我现在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台积电到底是台湾公司还是外国公司？他的股东大部分是外国人了，大部分外国人嘛，而且所以世界的投资在这里嘛。如果一旦发生战争的话，吃亏最大是谁啊？是那些老外投资基金最大，所以美国人的利益在台湾嘛。美国人只为一个东西打仗，利益 ，American interest。他美国哪里有利益，他去哪里帮他打仗。所以他的利益在台湾，他利益在台湾嘛。所以我看到这个讲法，我就想，我想通了，这是美国人的钱放台湾，而且越放越多。你们发现？对。你看看昨天有谁 ？AMD 也是美国公司，有50亿来了，都来了 ，Intel 什么都来了，他们都把钱放台湾了。那谁来保护啊？我们国军保护他吗？不可能嘛。当然是美军保护他，所以美军来了，美军一定来，因为钱在这里。他说了，不会让战争发生，也就是说，美国人或世界的大笔资金，通通大量在投资台湾的时候，台湾会不会发生战争？不会吗？不可能嘛，因为太多利益在这里嘛，对不对 ？AI 是从什么开始？这最近1年当中，2家公司改变这个世界，一个就是 NVIDIA 的黄仁勋，另外一个是什么 ？OpenAI 就 ChatGPT， 它发行的大型语言平台 LLM。当这 LLM 出现以后，哇，不得了了！整个 AI 的应用变成大量的广泛性的应用，让黄仁勋决定要全部投入在台湾了嘛？因为这个东西，台湾是什么？是所有 AI 设备的制造基地。因为后续还有太多的一些相关的设备要继续生产制造，不是光是到 server 做完就算了嘛。而且按照魏哲家的说法，你是移不开的。不，那魏哲家为什么今天这个说法，而去年没有这个说法呢？因为有 AI 的世纪的来临，我们的护国神山的那个山的规模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而且改变了太多东西。对，而且这个改变呢，还在持续改变中。你看，我一直担心台湾的。你看刘安伟讲的那句话多有道理。刘安伟讲的话很简单，刘安伟要发展三项这个3个领域嘛。对，第一个就是制造的 AI。对。第二个是什么 ？EV 的 AI， 就是电动车的 AI。然后第3个 AI 是说政府的 AI， 就是智慧城市。如果这3个都在鸿海之下完成的话，那会怎样？鸿海的营业额不是马上到10几兆了，这太恐怖了。所以刘安伟讲这个话，台湾的产业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我讲最简单嘛，台湾是一个什么样见长的国家？台湾是一个以生产制造
为优点的一个国家。在台湾人做工厂哦，一流哎，是哦，全世界做工厂，我们刚开始学校毕业出来都在工厂上班的、哪个不是啊？对007拿了全世界卖台湾，台湾阳伞以前全世界第一，你知不知道？对，现在大陆，所以制造本身就是台湾的最大优势，这个是台湾的 domain know-how。那制造业遍布各个不同的产业，鸿海可以扮演什么角色？鸿海可以提供整个的服务给你啊！哎，鸿海现在他搞的什么东西？他把这些机械人全部都做好了，所以鸿海的制造的这个 know-how 是全球第一啊！鸿海如果没有全球第一的制造业的 know-how 的话，他凭什么做到6兆6、7兆的营业额啊？对，这不是开玩笑。所以他对生产制造业这个整个大的系统，它具有全世界第一的优势。他把这个东西 AI 化，对，然后再帮助全世界各个国家，所以它有智慧制造的概念。这第一个它因为就很简单嘛，智慧制造里面最重要就是机器人嘛，那最重要的数据嘛，它有机器人，它有数据啊。然后第二个，它本来我们都看坏它这个所谓的它做电动车挂了嘛，因为全世界都挂，因为被老共被中方的比亚迪啦，什么那些小鹏未来都跑一打打了一头，连小米都来了，把特斯拉搞了一个头两个头大。那你有发现特斯拉最近在干什么？在干嘛？特斯拉最近在极力的跟 NVIDIA 在发展什么？发展智慧的，发展智慧 AI 往 AI 的方向发展。那我就那可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订单在哪里呢？在油电共用的汽车量是占世界第一名，对不对？为什么特斯拉不改变它的策略，继续生产它的电车？为什么？然后再发展 AI？因为它还是要把 AI 的科技的部分用科技来取胜，拿到世界第一嘛，这是特斯拉策略。那刘安伟看到也是干一样的事啊，刘安伟干一样的事情，他也是要用他的 AI 优势啊，用他的 AI 优势来帮助全世界，因为他是做供应链嘛。如果他这个如果特斯拉成功的话，刘安伟这个智慧 EV 就有机会成功嘛。对，那就会把现在低迷的这个电动车会跟上那个时代来临啊。那第三个更厉害的是什么东西？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在哪里？在哪里？台湾嘛，他不可能报中共就给你搞智慧城市啊。他把台湾以后1999打电话进去的服务是 AI 帮你服务的嘛。台湾所有的公务员以后不会这样的服务方式嘛？对，不会说搞了一个什么又毒药出来，然后找不到人嘛。没有这回事的，又冲动 AI 化。如果这个 domain know-how 是我们政府已经存在，我们的政府的，我讲过，我们的健保局是世界一流的健保局。没错，我什么资料都有，什么资料都有啊，那些资料把它 AI 化而已啊。那管理方式整个发展出来新的科技一大堆，那些科技可以卖钱的，可以，因为黄仁勋现在做的是全部都做一件事情，他把他的这个什么 Blackwell 这些所有的半导体。把它做成什么？做成平台嘛？他做了一大堆平台出来，所以为什么他们要继续在做 AI 中心？就是要做更多的平台，让你竞争者跟我之间的差距一直在拉大，因为他最后就一直做成一个大型的一个 AI 的算力啦，包括数据各种方面的平台，然后变成一个整个 package 整套的一个 turnkey 的服务他的客户，所以他们在准备在干这个活。那这个活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他这一次演讲跟这两天的表现通通出来了。好，宇轩，刚刚特别提到魏哲家讲说，现在两岸的领导人、世界的领导人都是聪明才智之士，他们不会让这个战争发生。但你怎么样不让战争发生？我要 determine， 我也等于说我要有威吓的作用。干嘛？我要军队过来。军队刚刚讲到，现在台美的国防产业6日要在台湾举行，这次居然有30家军火商，而且这30家军火商，你现在看到他们生产的东西，把你吓死了。很多都已经直接跟 AI 挂上线了。你现在看到有一个无人快艇，它也可以变成自杀快艇。这个自杀快艇，它居然是跟星链完全结合在一起，而且它是有自杀攻击作用的。对，本来刚刚我们讲这个台美国防产业论坛呢，过去呢从来都不公开，但今年得到的消息说，原本讲25家，就没想到最后竟然来了30家之多，而多出来那几家厂商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自杀无人快艇，它叫做 Musky， 你现在看到它其实小一台而已，等于说还可以装在货柜里面哦。就各位你现在看到了，没什么大不了，但你仔细看它的上头，也就是在它的甲板上放的是什么？
不是座舱，竟然是一台星链 Starlink 所使用的一个接收板，所以代表它是可以做整体串联的。再来第二件事情，它的这个名称叫做什么？你知道吗？叫做黑海风格。叫做黑海风格，Black Sea Style， 就我就是来搞神风的，我来搞特工的。有没有看到黑海的都是用这种小艇以小博大去撞这种俄罗斯的大型舰艇？对，我们的灵感就是来源于此。而你知道它厉害在哪里吗？它是特别设计来专门做神风特工，也就是所谓的自杀无人快艇。但它比我们讲的黑海那个地方，乌俄战争发生的地方，磅数呢足足多了多少吗？你知道它那边原本乌俄战争是放大概250公斤一艘船的，结果你知道它至少放了多少吗？放了450公斤。所以换言之，它的火力跟威力是倍增的。你说宇轩，可是好像就2倍嘛，好像还好啊，没有。我们现在要讲到了，第一个，它不用人操控。全程都是由 AI 电脑自动进行敌我判定，换言之，它可以透过我们讲 Starlink， 透过相关的网络讯号，透过它的敌我识别系统，知道说，你这个是来自于中国的解放军，你这个是友军，然后建议判定说我要怎么去攻击它。再第二件事情，它可以做串联。我们先前是不是跟大家介绍过 Link 16？它这个更厉害，为什么？它等于是一艘无人自杀艇，一艘无人自杀艇。宝德哥，如果有5艘，你知道可以达到什么效果吗？什么效果？蜂群，它可以用蜂群围攻嘛？它可以后方有一艘真的是调动它的，比如说 Destroyer 一个驱逐舰，然后调动这5艘无人的这种自杀快艇，然后开始展开4面8方的攻击。可是它的破坏力很强吗？当然，它一艘你知道可以换掉什么吗？比如说一艘就可以换掉一台大型的舰艇。比如说我们讲驱逐舰，我们讲侦察舰，它一艘就可以换掉那种2-3千吨级的，它这一艘可能了不起100-200吨而已，把这个货柜都装得下而已，以小博大嘛。但你想想看哦，如果它同时出动10艘，用我们刚才讲的蜂群攻击，宝这个它可不可以对航空母舰发动攻击？也是可以啊，可不可以对辽宁号发动攻击？也是可以啊。所以他们讲这是最符合台湾当前所需要的这种不对称作战，而且包括它全程从头到尾，它不需要你再去设定、再去想定，它 AI 自己会帮你判断相关的路径。而且不只是这样，我们讲美国提供这种都是这种全新创新的厂商，它跟过去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以前大家讲是什么洛克希德马丁啊，讲这些旧厂商，那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新厂商它有一个特点哦，代表这是美国最新前端的科技。代表说这是以前都是拿一些旧的嘛，它现在直接把最新的科技全部拿给你。宝哥，你知道现在呢，美国对于台湾整个在战略位置上的重要性已经不同日而语。因为这一次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来的之前，他又放了一段影片，把 F-35放进来 ，F-35放进来更出来。我们以前讲过 F-35是最好的踹门者，他真的是进去踹门，而且他是进去把所有的眼睛、耳朵全部打瞎掉。对，宝雷哥，我们刚才讲到无人自杀艇，它是由 AI 操控的，而你现在所看到的影片，它在讲述的是一件事情是什么？未来整个美国的作战都会与 AIC 相关。它的画面你看啊，这是海马斯发射，对不对？你想说发射之前到底为什么可以先发射？其实它是透过 F-35。先呢，在空中进行了目标锁定跟侦查之后，确保比如说好方圆百里它有哪些防空设备，有可能有哪些敌军，把雷达做一个锁定之后，好锁定到敌方的防空阵地。他们想定的是什么？想定的是对方的阵地，对方的油库。好，那我知道你的阵地跟你油库在哪的时候，我再利用我的海马斯火箭移动到定点之后，马上发射我应急需要在对当地最有效精准打击的火力。所以你看啊，这次爆炸之后，它所模拟的火力是什么？来，有没有看到宝雷哥？为什么会像天女散花一样？它是用极速弹，等于说我判定之后，你这个标的适合用极速弹来做攻击、来做打击，因为我不是单一个标的嘛，我今天要打你的阵地，包括你的油库，我只需要让大范围的引爆，你自然而然会产生更严重的伤害。所以你看这些想定等于说，只要透过 F-35它主机上所装载的雷达跟阵列系统。它就可以侦测到作为一个最前段的踹门者跟侦察兵，让它所有地面随时在移动的，从海马斯火箭，包括我们讲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那防御措施呢？对，防御措施没有用啊，没有用，就完全没有用嘛。第一个你防御措施，请问一下，它侦不侦测得到 F-35？侦测不到吗？侦测不到嘛。那我们是不是聊过 F-35根本走到哪？你除非是非常高阶的，不然都是如入无人之境。再第二件事情，整个我们讲的。这个萨姆400，大家一直讲说萨姆400很了不起，很了不起，但是它屡已经在乌俄战这种实战当中验证了什么？根本防不了，因为它现在反而变成什么？乌克兰首要打击的目标。所以你知道俄罗斯现在头壳很大，头壳大在哪里？因为美国现在所有的武器，美制武器已经在乌克兰这边开绿灯哦。等于说你想想看有什么？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我们讲的暴风之翼，甚至我们讲到什么 AGM-88，所以他们是一整排在方圆300公里外的这个地方呢，
通通都列为1级警戒区。但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最可怕的是不只是这些飞弹现在乌克兰最先进的是什么？是这个 Tucker 的这种无人机。这个无人机它的射程，自杀无人机也是 AI 的，甚至高达什么1000公里之远。所以现在对于俄罗斯来讲，现在不管在哪一块的土地，甚至是在自己的国土内，都惶惶不可终日，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炸弹会从自己天上掉下来。不是，刚刚讲这个在 AI 的时代里面，它不但是一个国力的竞争、国力的消长，现在对于整个都市来讲，它也是一个都市的一个竞合。过去台北市太安稳了，就没有想到台北市已经错失最可贵的8年，完全被柯文哲浪费掉了。那现在高雄在争取这个机会，今天当然，蒋万安非常紧张，说，他马上打电话给这个辉达说，希望把他这个所谓的这个研究中心留在台北。刚刚讲到，现在哪一个城市你能够争取到了产业，你能够争取到了 AI， 你才会有就业，你有就业，这个都市才能够确保繁荣。是，宝杰哥，你刚刚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什么一点呢？我们台北市被柯文哲耽误了8年啊，这8年的青春真的就是让高雄急起直追。这8年之内，高雄进行个大计划，什么样的大计划呢？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把台积电从本来是在台中，本来在新竹的，把它带到了高雄去。那时候他为了要让台积电到高雄去设这个28奈米，甚至现在是2奈米厂，你知道他开出了什么条件吗？你告诉我有什么事情是我们一定要做到，你就可以来的，我帮你排除所有问题。所以那时候台积电跟他讲说一句实在话，你中油的高雄炼油厂那块地，我看了很喜欢，高雄的水、高雄的电对我来讲比其他县市都来得好。可是只有一件事情，我们台积电所有的制程越来越先进，时间越来越赶，你光是弄一个高雄炼油厂的地，整治要给我10几年来维护，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句话，结果他决定这个整个高雄市政府跳出来跟中油说，只要钱你出，所有一切我们来弄。所以他呢，竟然就跟国外这个部分，全世界一家唯一会处理这一种所谓的土壤污染整治这家公司，在2012年的时候帮伦敦奥运也是他整治，2016年在里约奥运也是他整治，把他把他带到了台湾，在高雄这边进行相关的整治，而不是只有台积电一家公司来享有这个整治之后。因为事实上在高雄他们本来破坏的就是整个园区。什么叫整个园区呢？它有一个，你说本来中油那块地很大吗？很大，大概有这个几十公顷，而且呢，它其实是中间的一个。我们现在其实要看到的就是产业转型哦。现在给大家看到，原本比如说高雄科学园区、桥头科学园区、南子科学园区，这一切的一切，它原本都是石化园区，以前叫做大社园区、林园园区，然后什么园区，所以我原本的这个 S 廊道其实都是被石化园区这边都覆盖住，下面全部都是70几条管线，加起来大概有900公里。但是因为后来气爆事件之后，高雄认为我们不可以再从事这样的重工业，因此决定把它整体打造成是完整的半导体聚落。你现在看到的聚落，我跟你讲，你看到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呦，原来从所谓的石化产业跨到现在半导体产业，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包括你看特用化学品的部分，中油原本的主要的据点就在高雄，李长荣化工也是在高雄，长春石化也是在高雄，长兴整个材料也是在高雄，所以他们原本生产的东西就是跟这个半导体的特化品是有相关的。不怕污染吗？但是他们事实上，你污染主要是中油的炼油厂这个部分，把它往南，就是往那个亚湾区，这个其他的部分，这个部分全部就把它整治完之后，就变成迎娶了让台积电落脚在这里。那你刚刚看到了，包括你现在半导体要用的所谓的制造的材料、特用的化学品，包括封装所有的动作，高雄都有了，原本就都有，只是它原本是在不同的区。那不同的区之外，还有其他什么炼油厂？它现在简单讲就是一个腾笼换鸟，把其他的原本重工业比较那个石化污染这个部分拉到了亚湾区，但是这种特化的部分就让它留在原本的地方。再加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核心台积电挖过来之后，其他的相关的产业也就在这里根深了下来。那你知道整个半导体园区出来之后，它就会带动相关的产业的发展。所以他们现在就说高雄还有哪一些
富邦人寿竟然要在高雄凹子底投资375亿元，要去新建整个相关的大楼，还有包括特茂3 775亿元，也是要办公办都更的一个开发案，人保电脑跟鸿海高雄园区也全部都过来。所以换句话说，高雄进行了8年的一个布局，它真正着眼的目的就是要腾笼换鸟，把整个高雄变成是 AI 重镇以及智慧城市。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起，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道和。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周六周日决战关键，等你来上线。